大家好，首先给大家拜一个年，祝各位隧道人在马年飞黄腾达，步履生风，干劲十足。当我们站在繁华的都市街头，仰望林立的摩天大楼时，很少有人会去想象，在我们脚下还有一个深邃而辽阔的世界。但事实上，人类文明真正的根基从来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延伸的。从千万年前祖先为了生存而挖掘洞穴，到今天动辄数千吨重的智能登沟机穿越江河高山，隧道工程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与大地不断死抠、不断对话，最终达成和解的历史。今天，在我们即将告别善于穿行的蛇的年份，我想和大家一起回望千万年来人类在地下世界完成的5次关键飞跃。你会发现，这不仅是隧道技术的演进史，更是一部人类深层空间维度不断拓展的文明史。第一次飞跃标志着人类从寻找洞穴到创造洞穴的根本转变。这一阶段的核心关键词只有一个：生存。无论是应对极端气候的温差，躲避猛兽的威胁，还是抵御外敌的侵袭，人类开始主动利用地质体的稳定性向地下要空间。这是一种最原始却极其智慧的岩土工程实践，利用土体的热惰性进行被动调温，用围岩本身作为结构支撑。今天在以色列南部的内改夫沙漠边缘，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系统性地下居住遗址。这里的地下空间并非简单的避难洞穴，而是具备规划、分区和社会分工的地下聚落。地下建筑主要开挖于黄土层中，干燥状态的黄土具备良好的直立性和抗压强度，使古人得以在几乎无支撑的条件下创造出宽敞而稳定的地下空间。从考古证据看，这里的地下建筑形态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变。完全地下阶段，技术单元全部位于地下，通过竖井或倾斜甬道进入，围绕中央地下庭院展开。厚重的土层有效隔绝了沙漠昼夜剧烈的温差。半地下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局部坍塌出现，人类在原有地下结构之上叠加半地下建筑。地上阶段最终演化为建立在实质地基上的地上土坯建筑。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最早的隧道工程试错史。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地下空间并不仅用于居住。考古发现表明，地下冶炼、手工业作坊、储藏系统早已存在。这意味着古人已经掌握了地下高温作业与通风排烟的工程能力。如果说贝尔夏巴代表的是村落界的地下工程，那么小亚细亚高原的地下层则是城市地下及地下工程的极致形态。地下层向下延伸数十米，形成多层地下空间，可容纳成千上万人和牲畜。在没有电力、没有机械通风的年代，最大的挑战只有一个：氧气从哪里来？答案是工程智慧。古人开凿了大量直通地表的通风井，并通过纵横交错的管道系统，利用地表风压和地下温差形成的烟囱效应，实现了全程的自然通风，即便在最深层，空气依然流动。而在防御层面，地下层更是将建筑空间与战术逻辑彻底融合。狭窄低矮的通道迫使入侵者单列弯腰前行，巨大的圆形石门只能从内部关闭，天花板上的攻击孔让防守方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下层不只是藏身之所，而是一台精密运转的防御机器。第2次飞跃，人类把挖掘技术从躲避自然转向了改造自然。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支付，而是精度。如何在数公里甚至数十公里的地下隧道中保持极其微小却稳定的坡度，让水依靠重力缓慢流动，这是对测量施工控制能力的巨大考验。从波斯高原到中亚绿洲，从阿拉伯沙漠到南美干旱高原，为了农业灌溉，人类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地下输水系统。这些系统的水力坡度通常被控制在1:1000到1:1500之间，没有全站仪。古代工匠依靠的是油灯、铅锤、经验和反复校核，而在南美洲，人类甚至可能利用了风力。螺旋形的地表开口或许不仅是检修通道，更是利用风压差推动水流的天然风泵。
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意味着人类在1000多年前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了空气动力学与水力学的耦合应用。当挖掘对象从软土变成鹰眼，工具第一次显得不够用了，于是人类开始借助能量。火烧水泼法正是这一阶段的代表。通过加热骤冷，在岩体内部制造强烈的热应力差，使岩石自行开裂剥落。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第一次系统地思考如何控制围岩稳定，如何在深部空间中防止坍塌。木结构支付、榫卯连接，多种支撑形式相续出现，这实际上已经是现代隧道初级支付思想的雏形。而在西欧，水甚至被用作爆破工具，利用水压与空气压缩，使整座山体从内部崩解。这不是挖掘，而是一场彻底的地质重塑。如果说前3次飞跃依赖的是经验、能量与技巧，那么这一阶段，人类第一次实现了连续、可控、机械化的挖掘。登沟机解决了软土问题 ，TBM 征服了硬岩。滚刀通过应力集中，让岩石自行剥落。这一原理至今仍然是硬岩隧道的基础。隧道工程从此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如果说第4次飞跃赋予了隧道工程肌肉，那么第5次飞跃赋予了它大脑、传感器、物联网、数据平台、人工智能，让隧道工程第一次具备了感知、判断与自我调整的能力。TBM 不再只是掘进设备，而是数据终端、决策节点、智能机器人。隧道也不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数字软身体。设计、施工、运维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工程正从土木工程转化为数据工程。未来或许还有第6次飞跃。群体智能挖掘，微型机器人协同作业，像白蚁一样构建地下城市。但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核心精神始终未变。隧道人始终是在黑暗与压力中为人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从利用风的智慧到利用 AI 的智慧，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感知，隧道工程的5次飞跃告诉我们，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从来不是工具，而是理解世界的能力。今天的隧道人不再只是黑暗中的挖掘者，而是地下世界中奔腾向前的骏马。谢谢大家。